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林更新当年一句话对王思聪：别招惹赵丽颖，你配不上。赵丽颖在横店暴瘦8斤，这是她自己后来承认了。时间停在2016年8月24日，《楚乔传》片场媒体探班，她穿着那身丫鬟戏服，人看着比戏服还薄1层。仙气是有的，但那股劲更像一根绷紧的弦。她自己说，那是为了楚乔这个角色。采访里她冒出句话，说自己有点女权主义，而且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回了。这话当时听着像玩笑，现在倒回去看，像个伏笔。片场气氛其实不差，他和林更新头回合作，被剧组叫成一对活宝。林更新第一天见面送的礼是辣条和雪糕，戏外打闹的片段后来成了各种花絮的常见素材。那天探班的人里多了一个王思聪来了，说是探林更新的班。这身份放在当时的娱乐新闻里，本身就是一个固定词条。娱乐圈纪检委吗？一场常规的媒体活动，因为他的出现，空气里多了一点别的成分。后来我们知道，他托林更新转了句话，想认识赵丽颖。那时候的赵丽颖刚经过花千骨，正站在一个很具体的热度上。这个托人传话的举动，后来被翻出来无数次，成了某种人际关系范本，一种成年人之间的隔着几步距离的试探。他没成，但他的存在本身比成了更有意思。不对，应该说他的没成反而让他定格成了一个清晰的标本，一段关系在尚未开始时的标准形态，礼貌、间接，留有充分余地。林更新在这中间的角色很轻巧，递句话像个中转站，这种位置其实需要点分寸感，他处理的没什么痕迹。后来俩人在片场该怎么闹还怎么闹，辣条和雪糕的友谊似乎没受什么影响。现在想想，那天片场的空气大概分了好几层，最外面是媒体镜头看到的喧闹，往里一层是演员为角色熬着的身体，最底下这些私下传递的未能成型的交际，像水底下的暗流，没声音，但有流向。林更新把话带到了，他找到赵丽颖，说了王思聪的意思。赵丽颖听完，反应很淡，她眼皮都没怎么动，声音平稳，但话里的界限硬得像块铁。商业合作行，私下免谈，就这么一句。工作归工作，生活归生活，他分得特别清楚，没因为对面是王思聪就多一分热络，也没留半点让人琢磨的缝隙。话回到林更新这儿了，他的做个决定，是原样把这句可能扫人脸面的话递回去，还是自己裹层糖衣打个圆场？林更新选了前者，他没修饰，直接把商业合作行私下免谈这8个字甩给了王思聪。不止这样，他还附赠了自己的看法。流传最广的那个版本里，他是这么说的：别招惹他，你配不上。也有说法更糙一点，有钱也白搭，你根本不是他的菜。这话厉害，他不是挑事，也不是捧谁，就是一种基于了解的直给，里头还掺着点保护朋友的意味。王思聪的反应反而有意思了，这位平时对天对的，连冯小刚、范冰冰都照说不误的种，这次居然没炸。他没恼羞成怒，也没调转枪口去说赵丽颖或林更新什么。不对，应该说，他后来的表现几乎颠覆了他自己那套人设。2017年有次直播，他提起赵丽颖，话是这么说的：赵丽颖虽然说话很伤人，但是为人很正直，不像其他女明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他甚至有点感慨，补了一句：赵丽颖是我这辈子唯一不会对的女人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愿意用一生去守护她。为什么一句直白的拒绝，
反而拿到了这位最难搞的纪检委的尊重票。答案大概藏在赵丽颖一贯的做事方法里。那句私下免谈不是她临时起意摆的高姿态，是她里面那套东西常出来的样子。2016年有次探班采访，她就说过，她欣赏楚乔身上的女权意识和那股强悍劲儿，这种对自己的清醒定位一直没变过。近点的事也能对上。2025年到2026年，关于他儿子想想的动静不小。这孩子7岁，从来没露过正脸，光靠几张模糊的背影照，就在社交媒体上攒了超过225万粉丝，成了个野生顶流。流量就是钱，品牌方开7位数请他拍童装广告，综艺节目想让他飞过去露个面，直播平台琢磨着打造内娱最小带货主播。赵丽颖工作室的人透露过，光是2025年，类似邀约他就拒了27个，加起来金额超过3000万人民币。他的回应一直是那2个字：免谈。这种拒绝和当年对王思聪说的那句底子是一样的。他护着的是儿子能像个普通孩子那样长大，也是他自己当妈的那条线。在不少人眼里，这属于有摇钱树不摇的傻操作。但熟悉赵丽颖的人知道，从刚出道那会儿宁可没戏拍也不接低俗剧本，到现在坚决不让家人变成流量道具，她的清醒是一条线穿下来的。她的边界感不是摆出来的造型，是藏在骨头里的原则。当一个人能用行动 consistently 地守住自己的原则，他身上透出来的那股劲儿，连王思聪这种习惯用财富和影响力开路的人也得收着点，最后换成了尊重。林更新在这事里是什么角色？他肯定不是个简单的传声筒。作为王思聪的朋友，同时又是赵丽颖那时正紧密合作的搭档，他的位置很微妙。他的高明在于，他同时把中间人和守护者这2个角色都演到位了。首先，他没越位，他没替赵丽颖做任何决定，也没对他的回应添油加醋，就是准确传达了原话。其次，他没和稀泥，转完话，他立刻亮明自己态度，直接告诉王思聪此路不通。这既是对赵丽颖选择的尊重，也是对王思聪的一种朋友式的直言，省得对方因为误会在世，弄得更尴尬。最后，他没伤谁面子，他用的是朋友间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说出来的，不是挑拨也不是告状，这让王思聪接起来，台阶好歹是有的。林更新觉得赵丽颖这人有点烦，拍《楚乔传》那会儿，他天天拽着讨论剧本，还塞给他一套原著小说，叮嘱必须看完。他当时不太想理他，后来他改口了，不对，应该说他发现自己错了。赵丽颖那种较真，不是麻烦，是职业演员的本能。即便没对手戏，他一个人在镜头前也保持着100%的热忱。那种状态，林更新后来回忆起来，用的词是触动。有场湖面诀别戏，2人都哭到收不住。拍完很久，林更新听说赵丽颖还在房车里掉眼泪，他托工作人员悄悄送了只玩具小熊过去。那只熊，赵丽颖记了很多年。成年人的交情，有时候就是由这些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小东西垫起来的。他不说明什么，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他们的微信备注，一个叫仙儿1016，一个叫狗哥213。公开场合，林更新叫他赵老师，赵丽颖嫌这称呼显老。私下里，他喊他大新或者林狗。二搭与凤航杀青，林更新捂着脸哭了。他说是舍不得这群相处了几个月的同伴。赵丽颖在旁边哈哈大笑，画面有点怪，又莫名协调。宣传期有个细节被反复讨论，林更新几乎全程在帮赵丽颖整理那条裙摆巨大的高定礼服。
上台、站位、走动，他很自然地蹲下，把裙摆捋平，防止他绊倒，动作熟练得像一种肌肉记忆。网友调侃他把对女明星的身世全用这儿了，但熟悉他们互动模式的人能看出来，这不是献殷勤，这是一种基于长期信任的下意识动作。好比你知道身后有堵墙，你不会总回头去确认他还在不在。回过头看2016年片场那个插曲，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几个人在极短时间里完成了一次边界确认。赵丽颖的免谈是她的底线声明，她不因对方是谁而松动。这种自我认知的清晰度是赢得尊重的前提。林更新的处理更值得琢磨，他没有因为一方是资本雄厚的朋友，就去劝另一方给个面子。他选择了尊重赵丽颖的边界，并以自己的方式提醒第三方止步。这种守护是背靠背式的，我替你挡住你不想要的干扰，其余的事你自己处理。王思聪最终表达的所谓守护意愿，听起来像句场面话，但往深了想，那可能是一种对意志价值的承认。他认可的那种真实、努力、正直，和他所处的游戏规则不太一样。这种认可本身就挺说明问题。关系有很多种，有的热烈，有的疏淡。他们这种大概属于知道对方底线在哪，也清楚自己该站哪，不过线，不越位，需要的时候手能搭一把，就这么简单，也这么难。名利场里谈信任，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，但赵丽颖和林更新之间好像还真有这么个东西。他不是靠天天晒合影或者互相出来的，那太容易了，容易的像一场表演。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在各自战场上打仗，回头发现战壕还在原处，没被人偷偷填平。资本拿着3000万的合同过来，想借他的热度搭个便车，他能替对方回一句免谈。有头有脸的朋友想通过他认识对方，他也能替自己回一句免谈。这种拒绝，在那种环境里，成本其实很高，高到很多人会选择把朋友推出去，说这是双赢。他没这么干。更少见的是另一边的反应。当界限被划出来的时候，那边不是假装没看见，也不是试探着踩过去半步，是转过身，和你一起守着那条线。王思聪后来那反应，你仔细琢磨，其实也是这条线上的一个注脚。话很难听，姿态很直白，效果很明确，别过来。所以成年人的关系高级不到哪里去，不是看酒桌上喝得多痛快，而是看有人拿着真金白银或者人情世故压过来的时候，两个人站成什么形状。是挤成一团互相拉扯，还是背靠背，各自面对自己那一面的压力？维护共同利益常常需要牺牲个人原则，这道理谁都懂。反过来选就难多了，他们好像选了难的。这种选择的结果不是让你们绑得更紧，恰恰相反，是让你们都能更松快地做自己。因为知道背后那堵墙不会塌，走起路来步子就不必总是回头亮。他不需要什么承诺，那东西在名利场里和泡沫差不多。他甚至不需要太多联系，他只需要在有人越界的时候，听到一句干脆的你配不上，或者低头看见有人不动声色帮你整理了一下裙摆。动作很小，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定义关系的往往就是这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瞬间。